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俄罗斯的奇案。两个女孩去爬山，拍了最后一张自拍照。当闪光灯慢慢熄灭的时候，身后出现了一个男人。第二天，一位采蘑菇的村民在草丛里发现了他们，一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居然还活着。现场没有指纹，没有 DNA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只是女孩的头部出现了几个整齐的圆孔。那不是虫咬，也不是锐器，那么它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案发地点在乌克图斯山，位于叶卡捷琳堡偏僻的城外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古斯拉夫人曾经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，因为他们相信佩鲁恩神就住在山里，他是斯拉夫神话里的雷神。如果你在乌克图斯山散步，仍然能找到古代神庙的痕迹。不过现在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滑雪场。到了夏天，乌克图斯山的游客非常少，而这起命案偏偏就发生在这样的夏天。2018年8月25日晚上，克谢尼亚·索尔达托娃决定要去乌克图斯山露营。他今年28岁，生活在叶卡捷琳堡，是一家银行里的律师，工作职责是追讨逾期的贷款。他刚刚获得了升职，薪水也提高了，而且还要被调到莫斯科总行去工作。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，她联系了自己的闺蜜娜达莉亚·库兹涅佐娃。两人同岁，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不但中学在一个学校，还一同考进了叶卡捷琳堡法学院。更加巧合的是，现在娜达莉亚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克切尼亚，她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在一个寡头的私人团队里担任行政秘书。于是两个女孩约定来一次登山露营，庆祝他们的新工作。当晚，叶卡捷琳堡的一家披萨店里接到了一笔奇怪的订单，要求在晚上9点30分将2盒披萨送到乌克图斯山的森林里去。外卖员沿着山道将车开进了森林，在一个路口却被石墩挡住了。外卖员下车检查，这时外面很黑，山道上又没有路灯，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森林里走出两个女孩，站在外卖员的身后，披萨就是他们点的。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，外卖员看到了两个漂亮的女孩，身后背着登山包，手里拿着一瓶红酒，她们正是克切尼亚和娜达莉亚。女孩们接过披萨，对外卖员笑了一下，然后沿着山路走进了森林。披萨店的外卖员是最后一个见过他们还活着的人。第二天，附近的村民进山采蘑菇，在山腰处发现了两个女孩，一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腿还在微微抽动。警察和救护车立刻赶往现场，女孩们没有被侵犯的痕迹，财物也没有丢失。凶手从他们的身后击穿了颅骨，头上的圆孔正是造成死亡的原因。但圆孔不是子弹留下的。警方在附近发现了钢珠，6.35毫米口径，每颗0.8克，比 BB 弹略重。钢珠外面镀锌，可以防腐。但是武器专家说，他们了解的所有军用和民用武器，却没有一种武器可以发射这样的钢珠。这种钢珠是气枪的子弹，但气枪在警方的数据里却是空白，因为气枪是靠瓦斯瓶提供能量，没有火药，没有弹壳，甚至没有枪声，也根本无法击穿颅骨。所以这种钢珠究竟是什么武器发射的，暂时是个谜，只能等娜达莉亚醒过来亲口告诉他们。不过娜达莉亚在医院里经过了5天的抢救后，还是不幸的去世了。那么想要确定凶手的武器真的很难吗？首先，枪械专家通过子弹的痕迹发现，发射钢珠的枪管右侧有12个凹槽，而12个凹槽的宽度和深度都不均匀，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手工条件下制作的，所以无法在任何官方资料中找到枪支记录。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，可以确认枪管是来自中国制造的毛坯枪管。那么改造和打磨需要一个可以加工枪管的机床，然而在警方的注册记录里再一次是空白。警方起初怀疑凶手为了隐藏身份，把气动子弹放进了火药桶中发射。不过在尸体、衣服和子弹上并没有发现火药的痕迹，那么凶手使用了什么武器依然是个谜。乌克图斯山在俄罗斯被称为力量之地，意思是说这里是能量汇集的地方，灵性能量特别强，所以本案也引起了俄罗斯民间很多通灵者的注意。其中一个通灵师来到了克切尼亚家里，他描述了凶手的画像：45岁左右，金色头发，蓝色眼睛，窄脸，小眉毛。杀死女孩的目的是为了复仇。既然是复仇，那么这个男人一定认识2位女孩。不过根据警方的调查，2个女孩在亲人和朋友中的口碑非常好，从不与任何人结怨。唯一可疑的是，克切尼亚的工作是追讨逾期贷款，他会不会遭到银行客户的报复呢？银行方面表示，
赫切尼亚的工作主要是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，并不直接与客户接触，所以不存在银行客户报复的情况。警方还调查了那晚送披萨的外卖员，他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女孩，而且也没有发生冲突。在送餐后，外卖员马上离开了乌克图斯山，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他被排除了嫌疑。那么是谁想要杀死两个女孩呢？警方也给出了凶手的心理画像，年龄27到35岁，身体健康，有良好的教育经历，虽然没有参军，却具备射击技巧，工作稳定，有自己的住房，但是在工作中，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。这个人可能会对气动武器很感兴趣，所以警方分析了俄罗斯主要的气动枪交流论坛，在380计的帖子里寻找符合描述的气步枪爱好者。在乌克图斯山双尸案发生的1周年以后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嫌疑人，他叫阿列克谢·亚历山德罗夫。他的个人资料显示，爱好是编程，职业是武器设计。在案发前6天，他发了一篇帖子，说自己改进了一款半自动步枪，加强了步枪的威力。随后这个人不再发言，就消失了。警方又追踪了这个人的其他数据，发现他还在视频平台上上传了一组无人机拍摄的视频，画面正是乌克图斯山的山坡，包括双尸案的案发现场。警方锁定了发消息的手机，不过他的手机号码是一个假身份注册的。继续跟踪后，竟然还发现在2015年他曾经购买过一个头戴式夜视仪，这就解释了当晚他是如何在黑暗里发动攻击的。2019年年底，阿列克谢通过网络再次购买了一根新的枪管，口径与型号完全符合乌克图斯山双尸案的凶器。于是警方根据收货地址实施了抓捕。2019年12月9日清晨，警方在航空街的居民入口处抓捕了阿列克谢·亚历山德罗夫，并搜查了他的家。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军火库，其中包括4支气动步枪、1支手枪和众多小型武器配件，同时还找到了侦察乌克图斯山的4轴无人机、头戴式红外夜视仪、对讲机和气步枪子弹。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合法的武器，其实都是经过改装的步枪。其中发现了用于乌克图斯山双尸案的气步枪，本来威力只有 3.5 焦耳，却被他改造成了46焦耳，轻松击穿人的颅骨。那么阿列克谢是如何改造枪支的呢？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，阿列克谢·亚历山德罗夫38岁，在加里宁第8军工厂工作，工厂主要用来生产 SA-4 型号的地对空导弹。而阿列克谢在这家工厂里担任程序设计师，为数控机床编程。而且他在自己的车库里竟然手动组装了一台数控机床，可以为他加工武器配件。在工厂里，他是一位沉默寡言但又才华横溢的数控编程专家。回到家里，还是一位爱老婆的好男人，他怎么会是杀人凶手呢？同事和家人都无法相信。在少年时期，阿列克谢经常被同学嘲笑，这让他患上了抑郁症，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一次精神科医生。后来他被送到了一所特殊儿童教育学校，那里是专门为智力低下的儿童开设的。不过他即使到了这里，依然有同学会侮辱他、打他，甚至会抢走他的零花钱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总是想办法克制自己。根据阿列克谢说，在他的头脑里构建了一个特殊空间，被他称为伤害缓冲区。每次受欺负之后，这段不好的回忆就被放在大脑的这个缓冲区里。于是从小到大，在这个空间里一共保存了4000次受欺负的回忆。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，妻子问他记住这些干嘛？他说每遭受1000次羞辱，他就会随机杀死一个人报复。妻子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，但是他自己说，从1996年开始，他就已经为复仇做准备了。阿列克谢从不喝酒，不参加派对，也没有朋友。他的时间用来阅读关于武器改装的书籍，在他的电脑里还保存了许多关于侦察兵的资料，讲解如何伪装、移动和袭击的参考书，还有法医教科书。他系统地学习了如何收集证物的程序和技术。在每次学习之后，他会与自己唯一的朋友讨论学习心得。不过这位朋友一直住在精神病医院里，所以他的证词法庭并不采信。2018年8月25日21点整，阿列克谢的手机闹钟响了，提醒他复仇的计划开始了。气步枪、瓦斯瓶、头戴式夜视仪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他还带着一支气手枪的折叠刀，以备万一。关掉闹钟，将手机留在了车库里，背上背包，骑着自行车向乌克图斯山出发了。21点19分，他到达了乌克图斯山东北角的山道入口，被摄像机捕捉到。但他心里非常清楚，摄像机的清晰度无法辨识他，
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松，依然小心地避开每个监控。按计划，他需要18分钟走到山顶。不过他在路上耽搁了几分钟，为了测试他自己的枪，他开了2枪，都击中了目标，没有枪声，威力很大，状态良好。21点46分，他抵达了山顶，开始观察整个山区。他只是随机寻找目标，并不在乎目标是什么人。当晚的乌克图斯山只有2组游客，都在山坡的北侧。第一组是2个女孩，她们拿到了披萨，刚刚到达山腰处，在森林边缘吃着披萨，喝着红酒。距离最近的监控镜头75米远，是今晚最合适的目标。女孩下方200米远是另一组游客，聚在凉亭里喝酒。他锁定了2个女孩，慢慢向她们靠近，防止被发现。22点34分，他来到女孩的身后，距离左侧女孩9米远，右侧女孩8米远。此时的女孩们并没有听见森林里有任何的声音，她们放着轻柔的音乐，正在兴致勃勃地聊天。阿里克谢端起了枪，瞄准女孩的头部，但是女孩们一直在动，他没法射击，只能慢慢靠近，并等着女孩停下来。当他走到5米远的时候，女孩们举起手机，拍了一张自拍合影。手机的闪光灯突然使夜视仪失灵，关闭了几秒钟。此时的阿列克谢什么都看不见，他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画面，女孩们在照片中看到了自己，然后惊恐的尖叫引来了山下的其他游客。当夜视仪的画面逐渐稳定下来，他连续向女孩射击了6次，右侧3枪，左侧3枪。右侧的女孩先中枪倒了下去，左侧的女孩是娜达莉亚。朋友的倒下让他意识到了危险，但是他也只能举起披萨盒挡住自己的头部。阿列克谢对着披萨盒盲射了3枪，然后等待了15秒。娜达莉亚也慢慢的倒了下去。阿列克谢快速靠近，向娜达莉亚又补了1枪。开枪后，他停下来观察200米外的凉亭。那群人并没有停止音乐，应该没有注意到山上发生了袭击。他戴上了医用手套，拿起了女孩的手机，关掉了音乐，再将尸体拖进了森林里。他不放心娜达莉亚，于是再次补了1枪，然后拿起女孩的手机，用他们的指纹解锁屏幕，找到了最后一张照片。照片里2个女孩笑得十分开心，而身后只有黑影，没有她。他扔掉了手机，观察凉亭方向，有2个人向他走了过来。难道他们察觉到了枪声吗？他举起了枪，屏住呼吸。这2个人走了100米左右，停下了，他们在那里接吻。阿列克谢松了一口气，沿着另一条山路下山了。路上，他思考还需要做点什么。在走到桥上时，他将手套扔到了河里。23点26分，他回到了车库检查手机。整个行动用时2小时26分，其中寻找目标和发动袭击用了1小时04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没有任何人给他打电话。他立刻给妻子发了一条消息：我正从车库回家，作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。然后他沿着谢尔巴科瓦大街开车抵达叶塞特河，将枪管扔进了河水里。23点50分，他回到了位于宇航街81号的家。此时妻子和孩子已经先睡了，家里一片寂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按照计划，第2天上午2个女孩会被发现。阿列克谢将在电视和网络上跟踪案件的发展。在新闻里，他知道了女孩的名字，于是经常在夜晚带着夜视仪去墓地里寻找2个女孩的墓碑。阿列克谢解释说，这样做只是希望求得他们的原谅。在本案中，阿列克谢可以自由地获得步枪的各种配件，是因为俄罗斯并不禁止气步枪，而阿列克谢却将气步枪的威力增加了20到30倍，这让俄罗斯意识到武器法的漏洞，将气步枪归为正式武器种类进行管理。在审判过程中，法医认为阿列克谢并不是精神病患者，他在作案时头脑清醒，超过常人，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。2020年9月29日，法院判处阿列克谢·亚历山多洛夫无期徒刑，送往俄罗斯最危险的地方北极猫头鹰监狱服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阿列克谢不是疯子，那么难道他正常吗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再见。